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安倍萨的一个上路出装符文搭配，然后它的兑现情况。像安倍萨之前好像是削了一点点，是吧？削了2刀以后就还好，就是万豪前2分钟还能跟那个万豪玩一玩，但后面的话就得看个人实力啊，看看能不能拿到一点点的优势。像之前更离谱，之前的话就安倍萨这英雄就无脑，前期完全碾压着对方的那个就是万豪这个英雄啊，完全可以压着打。现在前期没那么强势了，就前2分钟少跟他换血，然后后面回趟家就可以了，回趟家补个装备就可以来了。这里炸弹人把盖伦给杀了，很难想象啊，一个盖伦怎么能被就是全部就是前期全部 Q 技能都吃了一遍是吧？就万豪就这2分钟强一点，然后等他过了这前2分钟基本上就没问题了。等级上来以后，安倍萨就可以很舒服的。你看他 E 技能的话，你就立刻用 W 去抵消他的 E 技能拉就好了。你有时候你玩安倍萨，你可以跟他就是跟万豪装呆子，就是在5级前对吧？跟他装个呆子，因为安倍萨5级以后就不一样了，就有破甲了。你看都这边上5级，他直接就想回家，不想跟你打。然后龙女的话应该是往这边靠了。龙女一直在不能去越。1打1的话5级安倍萨是完全可以是利用这个被动，就是去跳开这个他的 W 很容易M 首先一个点前期就是很轻松的能利用自己的这种被动，不至于说说我放技能僵直的时候走不了了，然后就吃到 W。就万豪的 W 的那个真伤，像对面的龙女虽然说她不来抓，还就露个视野，让你很难受，你就不敢说完全无视她。如果你真去抓他，就真你比方你真去跟他拼到底是吧？龙女真来了，那你就血亏了。就你有时候得表现出一种很怕他，感觉打不过他的那种感觉的。这里的话演一波戏，这里的话 W 不要太着急交，知道吧？来了，看到没有？可以反杀了。就是故意去卖破绽装那种菜鸟的那种感觉，知道吧？一定要玩出这种感觉。如果你不装的话，对方又不上当的，他就很警惕。像前面你可以看到他玩那个安倍萨玩的都是很细节，就是换血的。你会发现前期的换血安倍萨是血量是不怎么掉的，甚至 E 技能去拉的时候，他都可以 W 直接交掉，等个抵消掉他的那个控制。像只要附近有小兵的话其实不会被点燃烫死的，因为他平 A 的话是有那个生命回复的，就是有特效平 A 的情况下。
现在8级互相换血的话，这边都完全是不掉血的。被包进去了 ，W 闪现必须得交。准备大招进场了，直接秒。这个破甲，安倍萨他那个大招啊，自带破甲，所以反倒是这个版本感觉就是需要拉扯，就是你没那么容易秒人的状态下，安倍萨这英雄可以看到他就完全不做大穿甲了，而是选择做一个青龙刀，对吧？龙女啊，一直在帮这个万豪，估计是啊，2个人是双排的。第2件的话是做3项，星矢啊，确实是安倍萨啊很舒服的一个装备，主要是它能打百分比伤害，而且又能提供护盾，对吧？E 技能起手啊，上来 Q 技能首先一个点手就短，那你 E 技能2段，就是它 E 技能的话是有2段的。E 技能基本上就是拿来调整位置啊，或者说啊追击敌人的时候，或者说要去黏住对方英雄的时候去使用，就是最好的。如果就在脸上的话，你就可以 Q 技能起手，尽量 Q 技能的话，让打到那种高伤害的位置，而且2段 Q 伤害是很爆炸的，那个消耗，那个爆发，所以2段 Q 尽量不要空。你第1段的 Q 只要能命中也可以，但你能把它就是中间，就是 Q 技能的中间那里是伤害是最高的，因为它会比如说它的2个手上的手刀嘛，对吧？是打在中间那个位置，是伤害是成倍的。龙女在，大招直接抓回来秒掉，嘿，你看这伤害，我的天！而且安倍萨又灵活，这样的话直接把他红给反了，E 跟上。这里的话啊 ，W 跟闪的话会帅很多，但他没有跟，后续才闪现接平 A 啊，收掉。有被动的情况下啊，他的平 A 距离啊就是会远一些。像其实对面打野的话，有犯了个很大的错误。为什么英雄联盟有一句话啊，叫做帮优不帮劣？因为你如果帮劣势路啊，就是比如说你的队友啊有点崩的那条路，比如上单已经崩掉了，像这局他一直在帮万豪，对不对？他帮万豪帮着，其实他并不是说又没拿到优势，然后呢又把自己给帮没了，知道吧？所以很多情况下是帮优不帮劣。哎呦，对方想回城，大招进场，直接秒。这里可以看到啊，他的大招并不是一般都不是拿来起手用的，更多的就是拿来啊追击，然后收割人头。除非像团战的时候啊，安倍萨你比较难那个去粘到对方 C 位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直接给大招。这里可以看到啊，安倍萨是可以，他的那个被动是可以，就是那个狼步是吧？狼舞，就他使用技能的时候就可以有一小段的位移，这个位移是可以穿那些比较薄的墙，像龙坑的墙啊，或者说像刚刚那里，就有时候你打架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墙
去拉扯对方的视野。这样的话，他就要交技能，或者甚至要跟闪现来跟伤害，就浪费对方的一些资源。这大胆人不走吗？不走的话，哎。像你上单，如果这边你的队友是有优势的情况下啊，已经在龙坑位置已经站好了啊，这种情况下你就，比如说在打龙了，对吧？你就尽量是站在中路位置，然后呢，第一时间如果对方想去偷龙，你就可以去过去骚扰。然后如果说对方直接来龙坑打架了，那你就可以这边在中路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快的去支援。就你的站位，有时候你也要确定你要干什么。比如说队友打龙打的，反正小龙这种东西肯定是打得够快的，4个人甚至4个人，假如是打大龙的话，也是够可以的。就是有两边都有资源的情况下，尽量不要给对方去吃战略点，就你能控就控，利用自己的优势啊。把资源点都给辐射给打野位是吧？把这个资源点控下来。这里的话，哇，这两边子下去都快要死了，大招再直接拉回来，我3级大招的那个破甲效果直接快1000的斩杀线了。哦，被命中，哎，对面射手这都被爆回去了，必须得交闪现了。哦 ，W 挡一下，这番好杀心很重。这番好是真的是他打朗姆根本就打不了，知道吧？因为他只要朗姆有技能是吧，稍微走一下，或者说交完技能，他朗姆没有太多的僵直，他的技能不像某一些英雄他的僵直会比较久一点。就会有很容易会吃到。就安倍萨那种，就是首先他技能就是已经在那走位了，更别提他们不交技能的时候走位的话，你只要小心点，不是说自己愣头青一样走到他那个中间去，你都根本就很难吃到他那个增伤效果。只要附近有小兵的话，安倍萨又很快的能把那个血量给抬上来。哦，这里还想爆！W 是可以抵消一些控制的而且抵消控制的情况下，还会就比如你如果抵消了一个控制技能，你的 W 伤害是会变得更多的。这里想推的话，其实推不掉。这中路线没人带过来啊。就高地推完的话，第一条龙其实没那么快没那么快，除非非常大优势，对方5个人都掉点守不了塔，不然的话是很难说推水晶的。基本上都还是要第2条龙才能做到说推水晶。这样的话，推完3条路，其实就该走了，然后刷经济。但其实可以看到，这个时间段，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，肯定是后面出事了，有可能会被龙被抢了，所以才会拖那么久。肯定不是说的是小龙被抢了，
大概率是大龙没有拼过对方，或者说打了一个很垃圾的团战。回家把那个死亡之舞给做出来，然后最后一件做个复活甲。对面基本上都是 AD 伤害啊，所以没必要说做那个魔抗。对面就一个炸弹人啊，伤害真的感觉就是炸弹人。说实话，你玩那个安倍萨，你能吃一堆炸弹人伤害啊？说实话，那你这安倍萨你真的不要去玩。这版本好像螳螂还是蛮强的，强的好像有点就是在 C 就是在那个打野位啊出不来的那种感觉。哦，这里无视野大招进场，但可惜没秒掉。完了，这波掉大节奏，掉大节奏了。0-7的万豪啊，其实不怎么值钱的。这种啊，应该是正常时间啊，正常时间的第2条小龙，并没有出现意外情况，我还以为出现意外情况了。其实你们会发现这个版本啊，加快了节奏以后啊，反而有时候打的挺久的。还有一个点就是打的有点累，你不觉得吗？这版本我打的好累啊，我丢！最后炸死了，游戏结束了应该。最后倒计时，上来再打一波团战。这个万豪是满脑子想着把这个安倍萨抱回去，但抱回人群里面，安倍萨就开始游龙了呀。那行，那第1局的话就到这了。不对，是这一期就到这了，后面没有。欢迎大家收看了，拜拜。